这样的日子应该坐下来吃碗热腾腾的饭。你们还要赶路吗？你们家里的父母知道今天你们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他们会难过的。这油豆腐好香啊，我感觉我能吃一大碗白米饭。奶奶，您怎么了？我家的元勋也说过这样的话，他最喜欢我做的油豆腐了。抱歉，无妨。你们说是打完了仗就回来过年了，我方才听到门外有响声，以为是他的同伴给我带来的消息有问题，我以为他回来了，却没想见到了你们。我知道是他派来你们跟我一起过年的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你们先吃饭吧，我去再给你们炒个鸡蛋。快坐下吧，这是奶奶的一片心意，快尝尝。这油豆腐好好吃啊，不过跟你说的不一样。这家老奶奶虽然家里穷，但是这里面也加了肉。这本来是给他孩子准备的，虽然别人告诉他，他的孩子已经死了，但他仍抱有一丝希望。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年夜饭。奶奶，快来一起吃吧！这般豪气啊！想不到吧？向来有美名著称的苏沐雨什么都没留下，而杀人如麻的送葬师留了一锭银子。哼！饭后我便把5枚铜板放这里了。怎么才5枚啊？因为我总共就5枚。唉，穷鬼。走了。
幸福你。苏沐雨，我没有见过，看来谢家藏了一柄很好的刀。我时常问我师傅，我的刀法如何了？师傅总说，我的刀法在暗河这一带中已是第一，但比起剑术第一的苏沐雨，还有很长的距离。你师傅是谁？谢家，谢七刀。七刀叔是个很不错的老师，你是他的弟子，难怪可以走到这里。我不要你言语上的称赞，你对我最好的称赞，就是与我一战。苏沐雨，就此放手吧。学尉，你来了。你不要打扰我们之间的对决，若是你动了手，我就杀了你。你在威胁我？只是告诫。那便如你所愿。我要对战的是你的剑，而不是一柄破伞。伞即是我的剑。你知道我想看什么？难道是我没有资格让你使出18剑阵吗？用你的刀来看我的剑。好。冰息之术，这是谢家的不传绝学，堪称无敌。苏沐雨。你再不出剑，便要死在我的刀下了。你的刀法确实很精湛，无愧七刀叔称你为本代最强刀客。但他的另一句话说的也很对。什么？你我之间的差距犹如鸿沟。18剑阵起！18剑阵，仅靠一人就能操纵这么多的剑刃。这个偶尔看起来慈眉善目的老爷子，究竟又是怎样的过去？谁？今夜，若是你我都死在这里，你怕不怕？死在这里？莫讲什么死不死，大家长，等我抽完这口烟。老子出去把他们全部都杀了。苏哲，我答应你，如果这次你我能活着离开这里，我允许你暂时离开暗河，去看你的妻子和女儿。只能是暂时啊。妻子、女儿。
家长，今天过后，就当这一任的魁已经死了。喂，我讨厌这个身份，我要离开安和。我要跟我的妻子、女儿一辈子开开心心的生活在一起。阿和，我给他下了一道毒，留下了一个印记。就算他治好了毒，他身上也永远会留下这道爪印。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，就算他这一生都不敢来见我，他也永远无法忘记我。居然是你！原来我早就已经见过你了。你是谁？我？你看得见我？难道大家长在幻境中的自我意识觉醒了？糟了！你是谁？这是梦境。梦境？是啊，我只是你们梦境中的一个过客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慢慢离开这里，只要逃离他的视线。谁派你来的？鬼总部，你是苏家的人，苏家的人居然敢背叛我！该死！要是在这幻境里被杀了，真实的我会不会死？这师父没说过。不对，苏家的人早就背叛我了，只有苏沐玉还站在我这边。那我为什么还会如此惊讶呢？难道是他如今的记忆影响到了这幻境里曾经的自己？你究竟是谁？我是白鹤怀，是医治你的神医。我来此是为了寻找医治你的办法的。你会苏家的武功？你骗我！原来在幻境之中被杀，只是会被赶出来而已。方才的问题，我再问你一遍：你
18剑阵已现，你能越过我的剑阵吗？确实看不出破解之法，可是，只有跨不过去的难关，才有跨过去的意义，不是吗？只有赢了注定失败的局，才有赢的意义。你是个刀痴，或许是吧，师傅也这么说。那魁大人呢？你是剑痴吗？剑不过是件兵器，若太执着于剑本身，反而会成为剑的奴隶。这是暗河的老师和你说的吗？不，这句话曾刻在无间城的城墙上。从早练到晚，我们月安真是一个持之以恒的好孩子。因为我想成为跟阿爹一样厉害的人。对了，阿爹，我看三叔整日醉心于剑，可为什么你早已逍遥天境，他却始终只有自在地境呢？因为啊，他的心里只有练剑，所以才止步不前啊。我不明白，阿爹，你心里到底比他多了些什么呀？傻孩子，爹爹心里有你呀。你对刀有着纯粹的执着，可你为何要赢？只是想要比我更强吗？若你的心中只有强弱，那么你的刀永远不会是最强。胜负也是我心中的意义。值得敬佩。18剑阵便只是这18剑吗？为何不能是180剑、1800剑？18000剑！方才那一剑叫什么？飞刃散落，宛若暮雨，长剑如虹，一击致命。方才那剑以我为名，便叫暮雨。以剑为名，以后我也要创下一刀，名叫不懈。你痴心于刀，醉心于刀，你战斗的一切都是为了刀。可刀是死物，你需要去寻找真正值得你为之死战的事物和理由。理由？我不明白。就像我必须要战胜你，因为我不能输。我不明白你说的，可是我会为了赢你，去尝试寻找。你这是要走？我早就说过，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杀任何人。雪薇，你不会也想和我一战吧？战你个头啊！你流血了，赶紧擦擦吧。你这药我可不敢用。我如今身旁有个小神医，可不敢用你这能毒死一头牛的药。你的小神医，你确定他现在还活着吗？想救人，还是先破了我的毒阵吧。雪薇，你知道这阵困不了我多久的。大家长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恶意的。你会苏家的武功，
你用这移魂大法根本就不是为了给我解毒，而是想借此窥探我脑海中的秘密，想从我这儿得知暗河的秘密。三家那些白痴有没有跟你讲过，有些秘密知道的越多，死的就越快。大家长，死吧！穆家，穆雪薇。苏家的三针影戏，你究竟是谁？不知道我是谁，你还下手这么狠！机关，不好，他们攻进了后院。骗子苏沐雨，说好有你在，就能保我无忧呢。沈烟，滚！苏沐雨，你下去做什么？我才刚饶他，我不想死！沈一莫慌。你真的来了。我答应过沈毅，有我在，保你无忧。其实，你们口中的哲叔，他是我的父亲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打探他下落的原因。我的母亲什么都没有告诉我，只和我说他是暗河的魁。这不可能。我不是说笑，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暗河中人从不与外人通婚，之前也有人打破这规矩，和暗河之外的人成婚生子，但结果却是其人连同他的一家妻儿老小，皆被抹去了。哲叔是曾经的魁，如今在苏家的地位一时不低，不可能在外有女儿的。哈哈，我方才是与你开玩笑的嘛，你还这么一板一眼的认真回答我。你们暗河的魁不是接任大家长的候选吗？那大家长为什么不直接传位给你？这样不就破局了吗？我并非暗河三家本族中人，我是无名者出身，暗河之中从未有无名者接任过大家长的规矩。所谓无名者，都是孤儿出身，经过试炼后才得此姓，名义上加入了三家，事实上却仍不被视为真正的族人。当年也是因为情况特殊，大家长才让我继任为魁的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想把位置让出去，大家长，大家长却没有允许。方才我就想说了，既然受了伤，你在我一个神医面前装什么？抱歉，方才那一战耗费了不少精力，实在是因为担心大家长那边，勉强撑着。那现在呢？撑不住了。我来帮你瞧一瞧吧。
生死同源。我有下毒者那里可将其化解的奇毒。神医，我运气疗伤片刻便好，不必担忧。什么运气疗伤？我看不过是用真气强行把伤势给压下去。我们行医的最见不得你们这种不珍视自己身体和生命的笨蛋。我立过承诺，会保护大家长；亦立过承诺，会保护神医。虽然没有立过承诺会保护我自己，但至少在你们无恙之前，我都会好好的。逻辑鬼才苏沐雨，你多休息一会儿吧，不然啊，一会儿打起架来没有力气，那我可就惨了。真是有趣，这朱朝的密室里所放的书，竟都是些杂言故事、演绎小说。难道是怕避难者在此无事可做，供他们打发时间？这写的还真是玄乎。神医，我们动身吧。这么一会儿你就休息好了？你们暗河的人都这么不要命的？我们暗河之中有位前辈叫做穆朝阳，他专门创造了一套关于休息的功法，叫做眠息法。我们可一日只睡1个时辰，在择机歇上那么1时半刻，便可恢复精力。这对于我们学医的人来说呢，就是不讲医学。不论你那个姓穆的前辈说的那个眠息法有多厉害，都是不讲医学。也许吧，但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很有用。毕竟我们总是在与时间赛跑。就是辛苦神医了，我们走吧。三家的水已经彻底浊了。哼，可笑的三家中人，还以为自己可以有所选择，可他们从不明白，大家长之位只是一柄剑，真正执剑之人一直都不是他们。苏家有着苏长河和苏沐雨的存在，无法控制；谢家虽然实力不弱，但行事鲁莽，无法服众。只有穆家，都阴狠诡道，但实力偏弱。既要找一柄听话的，那便让他们先自己斗一会儿，我们慢慢寻吧。这个穆子哲倒是拉得下脸来求助，那便给他死灭关吧。而我们三关也该亲临战场，看看这最后的胜者了。自然是除你之外都可去，此行可解厄，可赦罪，唯独赐不了福。那便我去吧。好，那便你去。关了那么久，也该出来散散心了。神医，神医且在里面等等，我先出去探探情况。好。穆家少主，穆白，苏沐雨，我在这里等你许久了。
你比我想象中要聪明。你忘了，每一处诸巢中的阵法背后皆有我穆家的手笔。纵然无法窥得全貌，但还是有些踪迹可以追寻的。雪薇带来的消息，你和那位神医都进入了密道之中。那么只要在此等候，杀了神医，大家长的性命就该结束了。可你又比我想象中要愚蠢。什么意思？既然你们等到的是我，就凭你们，靠什么赢我？撑住，苏雨。堂堂穆家家主，就只会玩这些娘娘腔的东西。野无九章机。糟了！暗河的送葬师也不过如此。就说最讨厌和你们穆家打架，这哪是刺客呀？明明就是变戏法。本以为给哲叔安排的才是苦差事，我来朱巢就是走个过场，没想到，史策，应该跟他换条路走才对。近身对决，再厉害的高手也会有失手的时候，所以3丈之内，我不会让你近身的。你废话真多。忘了，我有一个朋友傀儡司用的同样很好，他叫苏沐雨。3丈之外你称无敌，可如今你我不过3尺，那便是我的天地。试过之后方敢确认，你的内力现在已经不足以支撑18剑阵了。如今单靠手中一柄剑和一具重伤之躯，你还能是我的对手吗？看来今日是不能与你尽兴一战了。若非我已用了18剑阵，你又岂敢与我一战？哦，倒是很少见你这般说话了。平日里遇到你，怕是连情绪波动都难以见到。看来你是真的急了，想用这样的办法来激怒我。即便如此，你依然不是我的对手。当年你我并称2家年轻一代第一高手，可你会的，穆子哲也会，而我会的，就连苏老爷子也未曾见过。是吗？你见过我的3才阵吗？此阵是我耗费多年心血所改进。一招一式更是严丝合缝，不给对手留半分机会。苏沐雨，你很快便不能如方才那般自信。别费劲了，他们都长期服用了我穆家新调制的血统丝，不知疼痛，只知听令进攻。你的天地转瞬即逝，我的天地一瞬便是永恒。我抹了毒，对。
对穆家人用毒，就凭你，我这点毒自然伤不到穆家家主，但是嘛，除非是苏静辉他亲自来，其他的人我不会放在眼里。就当你说的是真的，你要同时对付我们3个人，那你可就没有时间逼出你体内的毒了。现在这些毒对你来说可能不算什么，但是1个时辰之后还不算什么吗？哼，怕是到时候你也得需要那个神医来救你的命。苏长河，你真的是给我很多惊喜。恭送穆家家主。怎么样？方才2位可看到我的表现了？我这次可真是呕心沥血、肝胆涂地，我差点就死在这里了。回去记得在老爷子面前好好美言兄弟几句。主攻击的斩怀剑，主防御的秋风落，再加上主偷袭的白袖剑，几乎无懈可击。不愧是纸伞鬼，竟没过几招就看穿我的剑阵组成。不过你忘了，还有一个我在阵外观察着你的每一招，局外人总是看得更清楚一些。母生，东南凯门，武痕，正北修门，武凤，四塔西海。三才阵又如何？剑阵是死的，而剑客是活的。再精妙的阵法，也有破解之道。你是如何在这么短时间之内找到破解之法的？我从一个以剑闻名的地方而来，在那里有专门的人研习天下剑法，也有专门的人破天下剑术。我父亲曾说过，若非剑仙，在其面前，没有人有资格提剑这个字。无剑城，你竟是出自无剑城？我未用18剑阵，你便败了。你以为我只带了这3个人？桃花面，是大吉啊！新阳，你来晚了。抱歉，抱歉，这场杀局不能让雪薇看见，要不然的话，她定是死也要护住苏沐雨。哎呦，把她骗走可费了我不少功夫。魁大人，又见面了。青阳兄，5个穆家的鬼，外加1个穆白，1个穆青阳，看来只能背水一战。小神医，希望能为你拼出一条生路吧。欠下这阵，你可撑不了多时。妈的，苏长河那个臭小子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哲叔来了。那个卵仔啊，在竹草里头走了个过场，喊老子在这个手印，印我是收到了，还多出穆家7个鬼。哲叔此言何意呀？让你讲话了没有？
哲叔还是这么喜欢营造出我很厉害的气氛。我还要营造啊？老子本来就很厉害。哲叔接下来怎么打算？我打算狼子不杀你，还能完成老爷子的任务。怕是有些难啊。确实有点难。但我们两个毕竟也算是罗力之交啊。莫逆之交。哎，对。哎呀，吃了没文化的亏。哎，要不这样子嘛，我们两个联手，先杀了穆家这几个鬼，剩下来就是我们苏家自己的事了。哦哟，穆家这几个鬼里面还有个能打的呀！久闻哲叔大名，就算不能打，也要假装能打呀。哎呀，这样子就难办了不？怎么样？愿与哲叔共同退敌。抱歉了，小木鱼。小圣医，又见面了不？苏家苏泽，奉老爷子的命，来送小圣医归西。请执绵龙剑，继大家长之位。请垂大人执绵龙剑，继大家长之位。诸位请起。我答应你们，等此件事了，一定带你们回家，荣耀且自由的回家。家主，家主，繁花师兄在夺取绵龙剑的过程中被苏家所杀，这些日子负责经营他的荆轲师兄也遭人暗算，尸骨无存。繁花，你身体不好，不能饮酒，只能饮茶。你还说饮茶能让你延年益寿，我也曾跟你说过，我们做刺客的，刀口舔血，能尽兴一日，便是一日。家主节哀。血气刀的徒弟呢？谢不谢败于苏沐雨之手，随后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谢不谢他叛逃了？弟子不敢。暗河就没有下落不明一说。
既然不辞而别，那就是叛徒。派2个人去寻他。另外，传信给谢七刀，让他来救萧城。七刀说：“我之前有寻过他，但是被他给赶了出来。”万事皆要付出代价。既然他想护着他的徒弟，那么他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。暗河本就不是什么江湖门派，由不得他闭关练刀。那现在，谁让你起来的？跪着，连跪3日！家主，谁杀的？苏家，苏哲。若是他的金环，确实会有这样的伤害。苏家竟然派出了这个怪物，他们都是站在大家长一边的。应当不是。原本他出现也是为了杀死药王谷的神医，可不知为何，他突然动手杀了我们的人。我拼死一搏，才夺回少主的尸体。都起来吧！暗河中人朝生暮死本就是常态，即便死的是我的儿子，大家也不需要悲伤。什么人？死灭关。死灭关里锁着的是那个疯子。家主，万不可打开此关，太危险了。死灭关一直由提魂殿看管，为何会出现在此处？是我向提魂殿请的，他们既然愿意给，就说明提魂殿的心是向着穆家的。长河呀，长河，你还真是要么不动手，动手就能让暗河风雨飘摇。老爷子，你就别嘲笑我了。你看我被木子哲打成了这副惨样，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？谢繁花死了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嗨，是我杀的。谢繁花那家伙本来就是个半死不活的样，谢家那帮人早就盼着他死呢。他不死，年轻的那几个人也不好冒头啊。谢繁花若身体无恙，定是谢家下一任家主的不二人选。你杀了他，算你功劳一件。但慕白，你不该杀呀。什么？慕白也死了？谁杀的？你不知道吗？苏哲，谁派去的？完蛋！哲叔这家伙平日里不是最爱偷懒吗？怎么这次这么激情？他杀了慕白，那我再和木子哲碰见，他不得扒了我的皮啊？木子哲就是个疯子，如今你杀了他的儿子，不是扒了你的皮，是要扒了整个苏家人的皮。过往100来年，暗河不是没有内斗，
但三家鼎立的格局从未改变。这一次怕是不一样了。老爷子，这真不怪我，这是哲叔自己干的。我让他去杀药王谷的神医，我没让他杀木板。罢了，剑出不能回鞘。既然如此，索性就让整个暗河都姓苏。家主雄才伟略，我苏昌河誓死追随。你誓死追随，那苏哲呢？哲叔又怎么了？老爷子怕木子哲报复，方才已派出了一批人马前去支援苏哲，但是他们发现苏哲并没有和苏沐雨动手，而是选择和苏沐雨还有那个药王谷神医同行，返回了朱州。难不成苏沐雨说动了哲叔？师父，方才不屑回来了。哦，他回来了，任务完成了。他没有说任务的事，只是留下了这个。他和苏沐雨对战了，这便是他寻到的第8刀。不屑说，这个还不是真正的第8刀，他还需要几年时间去游历，等找到答案之后再回来。他疯了！暗河之人入江湖游历，逾10日不归，提魂殿追杀他的手术便会毫不犹豫地发下去啊！那便是第2件事了。家主来信了。信上说了什么？他们那些废话，我懒得看，你直接说了便是。家主说，谢不谢罔顾任务，私离暗河是死罪，但只要师父你愿意出山，前往九霄城助谢家一臂之力，那他们就会向提魂殿求一道手书，赦免不谢的死罪。这个谢霸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喝药了？喂我？你怎么？伤人者为被伤者一点药，怎么了？没讹上你一辈子，就算不错了。好体贴的小郎君啊！你这么拖着我，不是什么好办法。你的伤迟早会好，而我迟早会去找大家长，为唐二老爷报仇。好苦的药啊！那便等我伤好那日再说吧。毕竟堂堂玄武使，总要先还债，再报仇吧。哲叔，
昨天你们那个声音真的是太响了，我都听到了。你真的想当大家长吗？哲叔觉得呢？不行。要是我那个女看上你的话，绝对不行。要是没看上的话，那倒是可以。哲叔说笑了。主朝外面传来消息，谢繁华死了，长河杀的，穆伯也死了，我杀的。慕白不是已经逃走了吗？所以你觉得呢？是昌河干的。穆清扬暗地里加入了昌河的势力，在他的安排之上杀死了慕白，嫁祸于你。哼，这个卵子，连我都要算计。他一举杀死了2家少主，看似重创2家，实则是将祸水引入苏家。这场暗河之乱，已经从3家争相杀死大家长，夺走绵龙剑，变成了一场乱战。这世间最大的利益，往往从最大的混乱中获得。昌河部的局，已经到了最后。我早就应该猜到了，他并不是在帮苏家主办事，他自己就想得到绵龙剑。可即便握住了绵龙剑，也不是结束。事情从来都没有昌河想象的这么简单。哦，看来你苏沐雨也有属于你自己的计划。已经解了，难道小神医又回来了？许久不见，大家长。阿哲。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？是苏晋辉那小子派你来杀我的？哼，多年前我也曾为大家长拼死一搏过，如今再次重逢，大家长居然讲我是来杀你的。哎呀，真是让人伤心啊！难道不是吗？原本是的，但我那个女将啊，收了钱就要把你治好，我听她的。你女儿？药王谷温家，难怪。所以我还要感谢大家长，要是没得你来找，我还没得办法跟我那个女重逢呢。神医，不错不错，你这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，但切记，这几日不可以随意使用真气，否则就功亏一篑了。原来神医用移魂大法探究我的记忆，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父亲，也是为了解你身上的毒。我可没有骗你啊！你看，你现在也变回一个健康的人了。那咱们之前说好的钱，是不是也该？答应给神医的都会给的。我只是很好奇，神医
是如何治好我的。我以移魂大法和大家长同感同知，所以便也体会了一把那雪落一枝梅的万蚁蚀身之痛。可在此期间呢，我发现人体700念穴之中有一处没有被雪落一枝梅的毒所侵染，那就是至阳之穴。所以我用银针将那雪落一枝梅的毒全部都逼到了至阳之穴中。然后你再刺一针，将这些毒都放了出来。放了出来，可没有那么简单。这毒按理来说是治不好的，只有一种办法，就是以命换命。以命换命，这就需要一个内力极其精湛之人，以手掌覆盖至阳穴，将那毒生生给吸出来，也就等同于将毒引至己身。那么问题便来了，在这诸朝之中，有谁愿意为了大家长以命换命呢？